拜登政府多名高官已经表明了态度。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，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、财务部长人选耶伦、国家情报总监人选海恩斯、国防部长人选奥斯汀等都明确表态，要应对中国挑战，要战胜中国，而且还要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立场。很早之前就有说过，无论谁上位都不会改变对华态度，不过在具体策略方面可能会有些调整，这和中国态度有很大关系。中国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就越助长拜登的嚣张气焰，而中国立场越强硬，拜登则越顾忌温和，而这一点我们认识很清显。在短短1周时间内，中国就对美国接连打出3记重拳。首先，第一拳是对于美国政客频繁撒谎抹黑，外交部发言人直接点名要求美国公开德特里克堡基地，请世卫组织去溯源调查。而这一举动不仅是为了给中国证明，让外界认清美国虚伪面目，其实还是因为德特里克堡基地有大料，该基地从731部队手上接过大量实验资料，并存有很多致命病毒与毒剂。而且这次疫情起源很多迹象都指向这个实验室，只要不断追问，总能挖出大料。美国在全球很多国家建成200多家这样的生物实验室，很多都覆盖在中国和俄罗斯附近。美国在战场用生化武器可谓是勤克累累，揭露美国生物实验室，让这些国家更清醒，也减少对中国安全的威胁。第二拳是在21日，外交部突然宣布对蓬佩奥、博尔顿、瓦纳罗等28名美国著名反华先锋进行制裁，被禁止入境中国。他们以及相关的企业机构不准和中国打交道，基本上他们的政治生涯被彻底断了。而这次出手相当稳准狠，时机拿捏的也相当巧妙。第三拳是拜登想要上任来把火，出动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到中国家门口挑衅。而在这2天，解放军共派出28架次军机进入台岛西南空域，而且大部分都是轰炸机和战斗机。即使解放军军机近些年频繁加大台海巡航，但这种对峙规模仍然非常罕见，直接削弱甚至抵消了美国航母挑衅的震慑力。不过，对于中国出击，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，美国正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，总统希望耐心处理双方关系。不过，总统观点是，我们需要更好的防御，这必须让中国对其不公平、非法的行为负责。是谁在挑衅？又是谁在挑起矛盾？又是谁咄咄逼人？为何还能说出让中国负责的话？难道中国要负责，让美国继续伟大，丢掉幻想，准备回击一切挑衅？其实边境对峙9个月仍然持续紧张，而最近印度再次掀起民族情绪。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称，中国越界建造千人村庄。作为回应，印度也加强了边境基础设施建设。但印度所说的区域本就在中国领土上，修建设施合情合理，印度又在跳什么脚？这件事仍然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印度媒体在炒作反华氛围的把戏，而且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。果不其然，引发印度民众的愤怒。最近在国际问答网上有人提问，为何有核武器的印度还要害怕中国？有人提到，在前段时间，印度已经服役烈火5洲际导弹，使得印度成为全球第8个具备洲际打击手段的国家，能够覆盖中国全境。印度又怎么会惧怕中国？但其实该导弹射程早在2012年首次试射，但捣鼓这么多年，其射程还只有5000公里左右射程。但印军还是夸赞这一款能打击大半个亚洲和半个欧洲的危险部署，一旦部署将保障印度成为亚洲规则改变者。而且这个射程根本算不上洲际导弹，一般标准洲际导弹门槛射程为8000公里。还有印度人表示，印度已经有约110至120枚核导弹，每一枚都能摧毁一座大城市。印度几乎所有导弹都能打到中国主要城市。虽然印度能够重创中国，不过中国对印度的打击力度会更大，中国导弹比印度多，但印度还是多虑了，因为有核弹和核打击能力是2回事。自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来，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但是印度仍然没有研制出氢弹，只有布弹和铀弹，更不用说进行核武器小型化和新型中子弹等新一代核武器研制了。而且那100多枚基本上都是原子弹，战略打击能力有限，还没进行过2弹结合实验，而且载具方面也非常贫乏，几个发射井全部在监控之下。而中国包括陆基、机动运输方式，还有核潜艇，还有空载的轰炸机组合的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。印度虽然自称核大国，但实际还是一个极低的水平，这让很多印度人难以接受。不过也有理智的人表示，中国核实力肯定不只是这种程度，连美国都摸不清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印度又有什么理由不怕？而且中国想要加入世界大国的竞争，升级核武库是必不可少的。希望印
印度首要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，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攀比。印度这个民族似乎天生自信，这也导致其对自己的评估以及对手的评估经常错得离谱。面对某些美国政客还在毫无根据泼脏水，外交部主动出击反驳，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，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，请世卫组织到美国溯源调查。这句话就像一个火把，点燃全民讨论这个基地究竟什么来头。需要提到的是，有网友扒出一位印籍美国人曾爆料，自己毕业后就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工作，主要负责生化武器相关项目。他表示，在2015年，其上级 Baric 教授在中国发现的 SHCO14基因片段上合成了新冠病毒，而在2019年5月，该实验室不小心泄露，附近居民被感染。随后，该实验室和美国军方都隐瞒病毒泄露，并默认中国云南的蝙蝠是病毒来源。由于 Baric 教授自信认为这种病毒不会对白种人造成巨大伤害 ，CRA 决定不打算进行传播预警。然后在2019年12月，一名海员感染病毒后，偶然将病毒留在海鲜上，并运送到了武汉海鲜市场。最后，作者称已逃离实验室，但即使貌似也要说出真相。不过该消息并未得到证实，但从时间线上的新闻来梳理，确实能找到蛛丝马迹。2019年7月，德特里克堡实验中心无故被关闭，关闭前几天附近社区爆发呼吸系统疾病，随后8月一场大规模流感造成美国数万人死亡。2个月后，美国情报组织提前展开了2011全球流行病演习。10月中旬，武汉举行军运会，当时5名美国运动员咳嗽发烧，入住金银潭医院，然后被美国专机接走。2019年12月底，武汉海鲜市场发现不明肺炎。2020年2月，全球爆发疫情，这些都是有真实报道的。关于为何要关闭德特里克堡实验中心，美国至今都未解释。这个德特里克堡研究所更是被称为美国最黑暗的实验中心，当年还曾接收731部队的资料，成为全球最大的病毒和细菌战基地，并在2019年5月曾发生 P4 实验室泄露事件。在生化武器方面，美国一向罪行累累，邪恶程度令人汗毛竖起。到现在，美国还在全球很多国家建立了生物实验室，美国军事基地也总是传出化学污染物排放超标事件。如果说上面这个爆料属实，那么美国此举无异于直接向中国宣战了，而且打的还是生物战。长期以来，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中国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刺，无端甩锅、打压、抹黑、遏制中国。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爆发，原本撤走美驻武汉领事馆全体人员后，他们以为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太平洋彼端隔岸观火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中国很快把火浇灭了，而美国自家后院却着了大火，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全都居全球第一，这把玩脱了。综上这些都只是合理推测，这究竟是不是一场阴谋，还需要科学说出真相。